这是每个男人都要看的美剧。弱肉强食的监狱中，男主一步一步变强，孤身一人挑落狱中大佬白化男。更厉害的是，所有漂亮的女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与男主探讨人生真谛。男主入狱第一天，狱中大佬就要给他上课。Get on your fucking knees, bitch! 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男主只得跪下来。没想到大佬想当众和男主深度交流，他显然不想和白化男探讨人生，无奈对方人多势众，他趁白化男不注意，一刀断了白化男的念想。白化男立刻暴怒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不相上下。好在白化男失去了男人的发动机，最后被男主锁喉，窒息晕倒。男主深知监狱生存之道，斩草要除根，搬起500斤杠铃砸了下去。从此他在狱中说一不二，无人敢惹。男人叫麦克，他曾经是一名飞天大盗，却因一次意外而被捕入狱。15年后，这只笼中野兽终于重获自由。这是麦克出狱的第一天，他孤身一人来到了酒吧。15年后的他依然宝刀未老，他只用了一个眼神便让吧台的妹妹春心荡漾。吃饱喝足之后，麦克在街上偷了一辆汽车，紧接着他来到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美发沙龙。可当托尼看到他之后，瞬间神色大变。他知道麦克这次来的目的，可他却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。Just give me the address, Joe. 原来15年前，麦克与安娜是一对雌雄大盗，但在一次行动中却发生了意外。麦克为了掩护女友撤退，不幸被捕入狱，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问出自己前女友的下落。这人叫贾博，是麦克多年的好友，并且是一名顶级黑客。随后他便轻而易举地查到一个地址，拿到地址后的麦克准备前往目的地，而此时门外的杀手却早已在此等候。麦克在人群中疯狂地逃窜，随后又抢了一辆摩托车，甩开了杀手之后扬长而去。经过了几日路程后，麦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女妖镇。随后他来到一家酒馆，打算在这里喝点酒休息一下。他大方地请老板喝了一杯威士忌。老板叫糖果，曾是一名优秀的拳击手，可如今却活得如此落魄。由于生意不景气，他迫不得已将自己的金腰带典当了出去。老江湖的他一眼就看出麦克刚刚出狱，因为他曾经也蹲了8年的监狱。两人情投意合，就这样，糖果成为了他出狱后的第一个朋友。然而这时，酒馆里走进一个陌生男人，男人叫胡德，他才第一天来到这个小镇，是由市长破格任命的新一任警长，并且下周1会正式上任。然而这时，两个有眼无珠的小卡勒密却走了进来。You know the drill. 而一旁的警长却根本没把两人放在眼里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吃着牛排。然而下一秒，枪口就顶在了他的头上。I'll take that gun now. 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，而此时的麦克也站起身来，本想着要阻止接下来发生的悲剧，可新官上任3把火，警长却不想善罢甘休。麦克出手瞬间解决掉了两人，可此时的警长却不幸中弹。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还没等到上任就已经领了盒饭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人不知所措，3具尸体，2个匪徒，还有1名即将上任的警长。这次可把事情闹大了。老板让麦克赶紧离开，而剩下的交给他自己去处理。从酒馆出来后，麦克找到了前女友安娜，而此时的安娜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并且还生下了1儿1女。听到这些后，麦克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坚持了15年却换来这样的结果。原来15年前，两人都是兔子的手下，但在一次偷窃行动中，两人联手私吞了价值1000万的钻石。麦克为了掩护安娜带着钻石逃跑，而导致自己被捕入狱15年，并且至今还遭到兔子的追杀。没想到安娜却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快活。麦克表示只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一份钱，可安娜却告诉他，那些钻石已经被兔子抢回去了。此时的麦克心灰意冷，不但没有得到钻石，并且还失去了爱人。无处可去的麦克再次找到糖果，并决定和他一起将尸体处理掉。随后两人来到树林中，打算把尸体埋掉以除后患。然而这时警长的电话却响了起来。麦克犹豫过后接起了电话，电话正是市长打来的。原来为了迎接新一任警长，所以市长约他明天在小镇上的餐厅见面。麦克灵机一动，并且做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。他决定冒充胡德警长的身份，然后留在小镇上继续生活。Great. I'll see you then.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贾博，让其帮忙伪造自己的身份。对于顶级黑客的贾博来说却是小菜一碟。
他直接黑进了司法系统，成功将胡德警长的身份替换掉。麦克就这样成为了小镇上的新一任警长，并暂时住在酒馆老板的家中。第二天，按照和市长在电话中的约定，两人在餐厅见了面。没想到眼前的市长竟然如此年轻，但幸运的是他从未见过胡德警长，所以他并没有怀疑麦克的身份。市长也直接说出了目的，原来他想和新警长联手对付一个叫科特的男人。科特在小镇上有很多黑色产业，虽然经营着一家屠宰场，但实则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，背地里做着一些违法生意，就连历任警长和政府人员都被他所收买。所以市长需要一个人帮他一起扳倒这个家伙。随后，市长将他带到了警局，并让副警长带着他先去熟悉一下小镇。就当副警长带着麦克参观小镇时，却意外地看见木材厂有人搞事情。随后，麦克便热心地上前想要阻拦。麦克直接表明了警长的身份，可这几人却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并打算教育一下这个新来的警长。可他们却不知道，眼前这个男人曾是监狱中的野兽。麦克轻而易举地将几人打倒在地。That's enough, Cole. Mr. Proctor. 男人正是科特，掌控着小镇上所有的犯罪团伙。但面对眼前新来的警长，他却表现得恭恭敬敬，并主动地向麦克表示道歉。等众人离开后，科特来到木材厂老板的面前。原来老板竟然是自己的父亲，多年来一直做着合法生意，但科特却无恶不作，因此父亲将他赶出了家族，并断绝了关系。随后，科特回到了屠宰场，并将为难自己父亲的科尔叫了过来。I believe I heard you call my father a fucking Dutchie. I didn't know he was your father. Now you take your teeth and put them back in your fat, bigoted mouth to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. 他曾经是一名飞天大盗，却误打误撞成为小镇上的一名警长。这是他上任的第一天，女警员小美为他整理了着装，准备去参加晚上的庆祝晚会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他的好友贾博却遇到了麻烦，因为帮助麦克更换身份，兔子的2名手下已经找到了他，而贾博却早已做好了挨揍的准备。Fucking slow cunt! 本以为是王者，却没想到是个青铜。随后他便谎称去屋里拿资料，2名杀手就这样被他耍了。屋内是一条通往外面的秘密通道，贾博就这样潇洒地离开了房间。而另一边，为了欢迎新警长的到来，科特为他准备了一场庆祝派对。前女友安娜在老公的带领下也来到了现场。可当她看到眼前的麦克时，却一脸吃惊。没想到麦克竟然伪装成了一名警长。派对途中，麦克将他带到了一旁，打开后备箱后，一个老式的保险箱映入眼帘。安娜之前是个开锁专家，所以麦克想让她帮忙打开保险箱，可安娜却直接拒绝了他。为了跟过去告别，所以他想立刻和麦克做个了断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。来人正是科尔，因为白天被自己的老板教训了一顿，所以他借着酒劲儿，持枪来到了派对现场，打算以牙还牙。Dutchie motherfucker! 幸亏麦克及时出现，他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没想到新上任的警长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而另一边的城市中心内，黑帮大佬依然在寻找着麦克和安娜的线索。You will find them both quickly. 男人在中介的带领下参观一套房子，然而这个中介正是自己的前女友。可就当2人准备参观厨房的时候，麦克直接将他按在了墙上。就当2人陶醉时，安娜的同事却闯了进来。Your phone. Shit. 电话正是学校打来的，原来女儿今天又没去上课。与此同时，女儿蒂法却和几名年轻人鬼混在一起。随后，蒂法被男友带到郊外的一处房屋里，而这里正是一处隐蔽的制毒窝点。男人叫汉森，正是科特的一名手下，可他却想背叛自己的老大，偷偷搞点事情。他利用自己的小作坊偷偷制作药丸，想在明天晚上的派对中大赚一笔，所以他邀请蒂法几人一起参加。而另一边，科特来到了警局，为了表示昨晚的救命之恩，他特意拿来了上等牛排送给麦克。因麦克昨晚在派对上枪杀了科尔，所以他提醒麦克要小心穆迪家族的兄弟，他担心科尔家族的兄弟们会因此报复。当天夜里，麦克来到酒馆想吃点东西，可没想到却遭到糖果的驱赶。原来科尔的兄弟们在这喝得烂醉，所以他不想让麦克惹上麻烦。随后他拿了一份三明治递给麦克，并将他赶了出去。无奈之下，麦克只能坐在门口吃了起来。然而这时，一个女人却走了过来，女人叫凯特，正是科尔的妻子。随后便给了麦克一个耳光，还没等麦克反应过来，科尔的兄弟就将枪口对准了他。2人声称想要替自己的兄弟报仇，可麦克却不以为然，随后便理直气壮地走了过去。Marcus, Dex,
Your coffee is getting cold. Don't concern you, sugar. All the same, I am concerned. 幸亏糖果及时出现帮麦克解围，不然这两个醉鬼说不定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。当众人离开后，一个年轻漂亮的猎物又出现了。男人是小镇上的警长，只因女孩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然而下一秒就将他带回了家，并且进行了仔细的搜查。第二天，警局接到了报案，原来今晚有人想在农场的粮仓内举办派对，他怀疑这是一场非法活动，所以希望麦克能够保证他们家族的安全。Thank you. My daughter, Rebecca. 麦克想起了昨晚那一幕，没想到丽贝卡在父亲面前竟然如此乖巧。与此同时，警员们全副武装，准备前往农场，并决定将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而此时的粮仓内，一场非法聚集的派对已经开始。蒂法在男友的带领下也来到了现场，吃下了红色药丸后，便疯狂地开始扒武器。而这时，麦克已经带领小队赶到现场，随后脱掉了警服，打算进去一探究竟。他轻而易举地解决掉2名安保人员，然后偷偷摸进了派对现场。策划这场派对的正是科特的手下汉森。就当麦克准备行动时，几名年轻人浑身抽搐倒在了地上。情急之下，麦克立刻用对讲机呼叫外面的警员，准备立刻阻止派对进行抓捕。随后便上前安慰惊慌失措的蒂法。副警长进来之后，直接拔掉了电源，并通知所有人有序地离开。然而这时，汉森突然朝天鸣枪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。狡猾的汉森就这样趁机逃跑，而倒地的几名孩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经确认，其中一名年轻人正是州议员舒马赫的儿子。处理完现场后，麦克将蒂法安全地送回了家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逃走的汉森找到了科特，他也因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就是背叛自己老大的下场。科特虽然贩毒，但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从来不在小镇上售卖。可汉森却用药丸害死了一个少年，并且还是州参议员的儿子。I'll give you 60 seconds. Starting now. 随后便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而另外一边，麦克一个人在酒馆里买醉。然而这时，丽贝卡又出现了。酒过3巡后，两人来到酒馆的仓库中，又一次放飞了自我。可令麦克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孩竟然是科特的外甥女。女人衣衫不整地走出房车，经过一夜的蹂躏之后，此时的她已经遍体鳞伤，没走几步便昏了过去。随后她被及时送到了医院。麦克得知此事，立刻赶了过来。询问后得知，原来女人遭到一位拳击手的强暴。Kicked me. Punched me. He would let the champagne bottle. 听完女人的诉说过后，麦克决定替她讨回公道，随后便带着女警来到了拳馆，准备逮捕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。可这时却遭到了科特的阻拦。原来拳王是他花重金请来的，并举办这场比赛从中获取利润。为了比赛能够顺利进行，拳王的经纪人打算用钱来解决此事。他希望麦克能够行得方便。 You need to go somewhere I can't see you and stay there. Hey, I mean, come on. Hold it. 随后他直接走到拳王的面前，并以重伤罪打算将他逮捕。可拳王却不以为然，随后便做出挑衅的动作。 Come and get me. 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麦克，走上擂台后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挨了2拳。拳王兴奋地摘掉了金手表，并脱掉了身上的西装，打算认认真真地和麦克打一场。拳王快速地躲闪，面对专业的拳手，麦克也有些吃亏。两人从台上打到了台下，麦克拿起一个啤酒瓶，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，随后又冲过去将他抱住。就当俩人厮打时，麦克抱住他的头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拳王的骨头瞬间断裂，麦克也不再手下留情，直接掰断了他的手指，并用了一招非常残忍的方式结束了比赛。麦克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没想到新上任的警长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随后，糖果将他带回了酒馆。然而这时，科特却找上了门。这场比赛给他造成不小的损失。科特的家族在这个小镇生活了160多年，至今还没有人敢和他作对。可麦克却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。面对如此固执的麦克，科特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而另一边，科特的助手找到拳王的经纪人，因为比赛无法继续进行，所以按照约定，拳手必须退还出场费。可经纪人却不想归还。 And if he knows what's good for him, he'll leave it at that. Now, I'm gonna go finish packing, so I can get the fuck out of this shithole! 然而他并不知道，已经惹怒了一个西装暴徒。
助手摘掉了眼镜后，直接走进了房车内，随后便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数分钟后，助手走了出来，而此时的房车内已经没有了声音。他淡定地戴上眼镜，拎着装满钱的皮包，潇洒地离开。男人刚走出卫生间，然而下一秒枪口就对准了他。Stop. Cuff yourself to the bedpost. 男人乖乖地将自己铐了起来。随后，安娜掏出一个黑色的袋子丢在床上，袋子里竟然装着价值1000万的钻石。男人叫兔子，是安娜曾经的老板。15年前，安娜与麦克一起私吞了这些钻石，所以他打算归还钻石来换自己的性命。但兔子想得到的不仅仅是钻石，他更想亲手杀了背叛自己的麦克。 Good, you would be free. 安娜的心里非常清楚，兔子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两人。情急之下，他只能将兔子迷晕，然后带着钻石离开这里。随后，安娜来到麦克的住处，并将一袋子钻石扔给了他。他想让麦克带着钻石离开这里，并且永远都不要回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You think you can buy me off? I'm not going anywhere. So take your fucking diamonds and get out. 很显然，麦克并不是为了钻石而来，而是他根本就放不下15年的感情。第二天，州参议员来警局找到麦克，因为自己的儿子被毒贩害死，所以他给麦克施加压力，并要求他尽快抓到汉森。通过调查发现，一个叫阿诺的男人和汉森有着密切关系。随后，麦克便带领警员赶了过来，可刚到这里就遭到了阻拦。随后，在一间屋子内找到了阿诺，他在冰箱里拿出一个断掉的手掌，原来他在科特的屠宰场工作，无意间却看到了科特行凶的过程，并且还用手机录下了现场的视频。有了证人的证言和充足的证据，检察官也决定立刻对科特进行抓捕。随后，麦克便来到科特的家中，无奈之下，科特也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。麦克准备将其带回进行审问，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。警车直接被撞翻在沟里，原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意外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。几人正是穆迪家族的兄弟，目的就是给自己的兄弟科尔报仇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科特竟然和警长在一起。男人称要拔掉他所有的牙，替兄弟报仇。但科特在小镇上的实力众所周知，因为他们这次的目标只是警长，所以并不想招惹科特。随后两人将麦克架了起来，打算狠狠地收拾他一顿。麦克直接割掉他的耳朵，打得几人屁滚尿流。然而这时，男人将枪口对准了他，但麦克知道他不敢开枪，他也并没有打算要几人的性命，所以麦克让他带着兄弟赶紧离开这里。今天的事就当作没发生过。而这时，被甩出车外的老黑突然出现，直接将枪口对准了他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几人也只能乖乖地离开这里。随后，几人回到警局，将科特关押了起来。夜里，麦克又来到酒馆消遣。糖果得知此事后，他认为麦克做事有自己的原则，所以他想跟着麦克一起做事，因为他不想把下半辈子时间都浪费在酒馆里。就当麦克离开酒馆回到阁楼时，发现凯特正坐在门口等他。凯特是科尔的妻子，也是穆迪家族的一员。他得知兄弟几人找麦克报仇一事，结果不但没有生气，并好心地提醒他。他嘱咐麦克要多加小心，因为他的兄弟随时都可能来找他的麻烦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麦克心头一热，便开始心疼眼前这个刚失去丈夫的小寡妇。随后便把她带到了阁楼里，彻彻底底地安慰了她。第二天，科特以谋杀罪被送上了法庭，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将其定罪，所以只需交一些保释金，然后等待案件进一步调查。而眼前最大的麻烦就是目击证人，科特让助手赶紧去处理此事。庭审过后，麦克的好兄弟贾博找到了他，因为被迫炸了自己的美发沙龙，所以他想让麦克负责到底，并打算赖在小镇上不走了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目击证人阿诺已经被保护起来，等待案件进一步调查，并准备出庭作证。然而这时门外却传来了声音，此时的副警长也察觉到了危险。They're here for you. 女人正行走在路上，突然被几个小混混拦了下来。 You're making a mistake. Yeah? 反抗之后，他依然被几名混混带进了巷子里。可就当几人想干点非法的事情时，糖果却出现了。他好言相劝让几人离开，可几人却偏偏不识抬举。面对职业拳击手，几人也并没有猥琐发育，于是派出一位小弟和糖果切磋，随后被糖果几招就放倒在地上。就当他准备再次将几人劝退时，却被身后的一棍子打倒在地。其中带头的混混想就地办了安娜，随后其余几人便走出小巷替他放风。可这时巡逻的警员小美却发现了异常，随后她掏出武器准备上前查看。Police, drop the gun! 小美果断地开枪将其击毙。小混混发现后偷偷离开了现场。
得知此事后的麦克立刻赶了过来，好在安娜和糖果都没有生命危险。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小美也受到了惊吓，众人安慰她后，便让她先回到了警局。调查时得知，原来几人经常在城镇四处游荡、寻欢作乐，并且有过犯罪前科，而这群混混却非常的忠诚团结。几人商量后，并决定替兄弟报仇，因此他们的报复行动也即将开始。于是第二天，混混突然出现在警局门外，随后小美便手持武器追了出去。而此时混混已经骑着摩托扬长而去。就当小美准备上车前去追捕时，却发现车轮胎已经被扎坏了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1年1度的女妖节也拉开帷幕，麦克带着警力正在路上执勤。然而这时，一群骑着摩托车的混混再次出现，他们对路上的行人开始展开了报复，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此时的麦克就像一只无头苍蝇，被小混混们溜得团团转。然而这时，丽贝卡却抓住时机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刺伤了一人。他的举动却让家族成员大吃一惊。这次的袭击造成了许多人受伤，部分商户也因此损失惨重。情急之下，市长及时召开了会议来安慰众人，可百姓们却非常的愤怒，他们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，所以要求市长立刻取消女妖节。然而这时科特却出现了，他表示可以承担所有人的经济损失，并且会让自己的私人保镖来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处于保释期的科特想用这种办法来换取大家的认可，在场的百姓对他的做法表示非常赞同，但麦克却非常的不满，他不希望科特来干涉政府的管控，自己也更不会去干涉他的屠宰生意。会议结束后，丽贝卡的父亲将他交给了警长，因为用匕首刺伤了混混。由于家族的忠诚和善良，他们认为丽贝卡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可他的行为却属于正当防卫。将匕首留给麦克后，众人转身离开。于是当天夜里，丽贝卡出现在麦克的阁楼里，他刚一进屋就脱掉了衣服，随后麦克掏出了自己的武器并将他制服。而另外一边，刚刚洗完澡的小美却发生了意外。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他惊慌失措。当他手持武器追出去时，几名小混混骑着摩托已经扬长而去。可就当他转过身时，却发现房子已经被大火吞噬。此时的他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毁。当麦克赶到现场时，才得知今天是小美的生日，可此时的他却无家可归了。麦克让暂时先住在警员老黑的家里，随后便匆忙地上车离开了这里。当麦克回到酒馆时，却发现科特早已在此等候。打开后备箱后，里面关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，原来是科特的手下在酒吧抓到其中一名混混，并打算将他交给麦克来处理。科特提醒他，如果将那群混混逮捕，他们还会被保释，并且依然逍遥法外。 I'm not planning on arresting them. 麦克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，并将几名混混斩草除根。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给小美一个交代。第二天，麦克将几具尸体装在车上，并让贾伯带到偏远的地方将其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，袋子里却装着几枚混混的骷髅戒指。她也似乎猜到了结果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佛波勒探员来到小镇，因为科特涉嫌多起贩毒案件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。本以为可以依靠证人来起诉科特，没想到证人却被他们弄丢了，这让探员大跌眼镜，甚至怀疑他们的办案能力。但幸亏还有视频证据以及受害人汉森断掉的手掌。随后，探员来到警局的政务室，但却发现手机和手掌都不翼而飞，就连保管员也一脸的懵逼，根本不知道证物是如何失踪的。探员立刻向上级报告了此事，并决定留下来继续调查。而另一边，一辆长途大巴停在了小镇，车上下来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。可就在这时，麦克的出现却让男人大吃一惊。No fucking way. 男人正在为人民服务，可这时却接到副警长打来的电话，因为抓到一名特殊的罪犯，并且这名犯人指名道姓要和警长谈话。随后麦克来到警局，可当他看见犯人后，却大吃一惊，这人正是他曾经的狱友。镜头回到15年前，麦克因偷窃钻石被捕入狱，兔子买通监狱里的关系找到了他，并逼迫他说出安娜和钻石的下落。 I don't know where she is. You will suffer and despai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in here. This much I promise you. 就这样，麦克每天都遭受犯人的毒打，在监狱内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但唯独这个男人却愿意帮助他，甚至在自己受伤的时候还贴心的照顾。出于对自己曾经的帮助，麦克将他带到餐厅吃了顿饱饭，又给他换了一身衣服，并拿了一些钱。麦克让他找个地方重新生活，并且永远都不要回来。然而第二天，男人再次出现在警局里。原来他一直没有离开小镇，不但把所有钱都输得精光，甚至还在赌场里惹是生非。
随后男人被带回警局关押了起来。无奈之下，麦克将他带回了酒馆。原来男人根本没打算离开小镇，因为他知道麦克的真实身份，所以他因此借机敲诈，并向麦克要取一大笔封口费。 And that's how it's gonna be, Sheriff. 麦克也非常清楚，这种人为了钱财会不择手段，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，所以他不得不将其灭口。最终，男人带着秘密永远沉入在湖里，而另一边，安娜也在密谋着一场行动。 I'm ready to bring him to you. 而另一边的酒馆内，麦克几人正在密谋一场行动，他们的目标正是小镇里的赌场。然而这时安娜却打来了电话，安娜称已经找到了钻石买家，并让麦克和他同去，但却遭到了贾博的质疑，因为他知道没人敢买这批钻石，一旦这些钻石流入到市场，兔子就会查到他们的行踪，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但麦克依然坚定地选择相信安娜。 There is pussy whipped, and then there's that hopeless motherfucker. Oh, for fuck's sake. 随后麦克找到安娜，两人准备驱车前往交易地点。然而这时安娜却突然扎了他一针，随后麦克神志不清便昏了过去。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发现已经被安娜铐在了床上。原来安娜已经和兔子达成了交易，决定用麦克来换取他一家人的安全。他将麦克锁在汽车旅馆后便转身离去。而另一边，警员老黑正高兴地在超市买东西，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。 Fuck my shit! Don't fucking move! Okay, just calm down. Keep your hands up, motherfucker! No, Jesus! 匪徒果断地开枪将老板击毙，随后便将枪口对准了他。此时的老黑也只能闭上眼睛，默默地祈祷。可当他睁开眼睛时，2名匪徒已不见踪影。随后老黑立刻追了出去，并呼叫了支援。经过一阵逃窜过后，2名匪徒跑到了一所学校内，并劫持了1名教师作为人质。 两人迅速躲进体育馆内，并控制了里面的所有学生作为人质。而此时的门外已经被警方包围，并且来了许多记者，但警方暂时并没有好的营救方案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被困在旅馆的麦克试着挣脱手铐，然而这时电视上正在播报匪徒劫持人质的新闻，而其中1名学生正是安娜的女儿。此时的麦克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，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，因为兔子带着手下已经赶到了这里。 几名杀手破门而入，但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此时的麦克早已逃之夭夭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就当麦克惊慌失措时，贾博及时的出现，并成功将他解救出来。而此时的学校内，匪徒已经控制不住情绪，被劫持的学生也突然开始反抗。逃跑之后，匪徒便追了上去。而这时，麦克已经赶到现场。当安娜看到他时，却表现得非常不可思议。没想到麦克竟然逃了出来。而此时的麦克也顾不上那么多，他只想尽快的将蒂法救出来。随后便孤身一人走进了体育场内。麦克小心翼翼地接近匪徒，而此时的匪徒情绪也变得更加激动。 I am a fucking killer! Shots fired! We're going in! 麦克将里面的人质全都放了出来，但唯独蒂法还在匪徒的手里。当看见自己的同伙已经被击毙后，他的情绪再次失控。 I'll fucking blow her head off! Drop that fucking gun now. Shadow White, get back! 然而这时，麦克对蒂法使了一个眼色，蒂法也心领神会。 最终，所有人质都被麦克解救了出来，随后便登上了头条新闻，但也因此而暴露了自己的目标，因为这一切都被电视机前的兔子所看见。就当麦克回到阁楼时，却发现安娜早已在此等候。随后，麦克将枪口对准了她，没想到如此信任的女人竟然背叛自己。安娜也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但麦克最终还是原谅了她，两人因此旧情复燃，一直折腾到天亮，彻夜未眠。激情过后，安娜也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蒂法正是麦克的亲生女儿。得知真相后，麦克想带着她远走高飞，可安娜并不想抛弃自己的家庭，所以她决定回到丈夫的身边。因此两人大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。就当安娜准备离开时，兔子的手下已经找到了这里。随后他把安娜关进了后备箱。可就当他准备离开时， Hey, Oleg. 随后两人将杀手带回了阁楼里。麦克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而此事不能再坐以待毙，所以他决定前往纽约兔子的老巢。只有干掉兔子，才能保证和安娜的安全。然而这时，丽贝卡却找上了门，她想让麦克为自己搜身检查，可麦克却告诉她现在不是时候，于是打算开车将她送回家。原来丽贝卡被赶出了家门，只因为父亲发现了她的一些私人物品，所以被父亲赶出了家族。两人深情的热吻过后便下车离去。然而这一切都被科特的助手所看见，而另一边，杀手已经挣脱了手铐，两人便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。虽然安娜这些年一直偷偷训练，但体力终究比不上一个男人。随后，杀手用力气刺向了安娜腹部。
You'll fight with passion. 经过一阵激烈的打斗后，最终杀手死在了安娜手里。当麦克赶回来时，安娜已经奄奄一息。随后，他把安娜及时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。而这时，安娜的丈夫得知后赶到医院，他情绪失控地质问麦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因为安娜昨晚彻夜未归，所以他已经开始怀疑两人的关系。可庆幸的是，安娜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而另一边，无处可去的丽贝卡来到舅舅家里，但因为和麦克的事情，科特大发雷霆，并让丽贝卡保证不能再和他来往。与此同时，兔子已经查到两人的行踪，他寻找了15年，终于找到了麦克和安娜的下落。他集合了帮派里的所有成员，决定立刻前往女妖镇。而另一边，科特带着丽贝卡来到正在施建的工地，这是一所正在建设的赌场，是由科特进行投资，并由酋长负责管理。但由于酋长因病去世，家族企业由他的儿子西德正式接管。而此时的西德却想将他一脚踢开，不打算让科特继续参与此项目。但科特却是有备而来，随后他拿出一个哨子。It's a lesson in power. 哨子声响起后，所有的工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，并集体离开了工地。而此时，麦克几人正在商量对策，因为他知道兔子的人马上就会赶到这里。So then what do we do? You don't do anything. You stay as far away from me as possible. Wait, hey. And you? I'm gonna kill him. Always meant to.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，她下一秒便拔掉了管子，准备离开医院，因为她知道兔子的手下马上就会赶到这里，并且会杀了她的全家，所以他们必须带上孩子立刻逃跑。两人回到家后，她让丈夫先接上女儿蒂法，随后便一人驱车准备前往儿子的学校。当安娜赶到学校时，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，透过窗户向下望去，她看见儿子正在操场上玩耍。然而下一秒，兔子就出现在操场上，眼前的一幕让安娜惊慌失措。当她赶到操场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此时的儿子已经消失不见。随后，安娜被带回了警局，因为出现了恶性绑架事件，所以联邦探员正式介入调查。情急之下，麦克及时地找到科特，因为兔子马上就会找到自己，所以他希望能得到科特的帮助。但科特却瞬间火冒三丈，因为麦克玷污了自己的外甥女，所以他对着麦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随后两人便厮打在一起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，两人的体力都已耗尽，终于心平气和地聊了起来。麦克也给了他一个帮助自己的理由。Why's that? Because I'll owe you one. 随后麦克回到了警局，可他却没想到兔子早已在此等候。但麦克并没有对他开枪，因为此时安娜的儿子还在他的手中，而兔子来的目的就是想见他最后一面。 Goodbye.几名杀手对着屋内疯狂地扫射，此时的麦克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就当他感到无助时，枪口却对准了他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幸亏科特及时赶到，解决了所有杀手，随后留下一句话便潇洒地离去。 I guess you owe me one. 第二天，当众人赶到警局时，却大吃一惊。面对惨不忍睹的现场，麦克却无话可说。现场只留下几具尸体和一些枪支。此时的探员也开始怀疑麦克的身份，并且当场解雇了麦克警长的职务。麦克摘掉了警徽，并交给了副警长，随后便潇洒地转身离去。而另一边，贾博和糖果也开始了行动，决定利用监控系统来追踪兔子的位置，但难度犹如大海捞针。况且凭借他们两人的能力，完全不是兔子的对手。然而这时，安娜却出现了。 Hangs over here. 与此同时，麦克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他孤身一人找到了兔子，决定用自己来交换安娜的儿子。最终，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而此时的贾博已经查到了线索，已经成功锁定了兔子的位置。然而这时，安娜的丈夫找到了这里，并告诉安娜儿子已经安全到家。但此时的麦克已经陷入危机之中，情急之下，众人决定立刻前往解救麦克。可刚没走多远，几人就被警车拦了下来。当副警长得知麦克的处境后，他迅速地做了一个重要决定。 I don't care what kind of gangsters they are. They picked the wrong fucking town. 男人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，将要面临生不如死的折磨。与此同时，一支解救麦克的小队准备行动，随后几人便偷偷地摸了进来。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射击，面对黑帮强大的火力压制，副警长却不幸中弹倒在地上。
幸亏安娜及时出现，将几人全部解决。由于穿了防弹衣，此时的警长也并无大碍。然而这时身后的铁门却缓缓地打开。 Suck my tit. 而此时，兔子打算立刻用刀解决掉麦克，可这时安娜却突然出现。兔子的手下已经被全部击毙，安娜将枪口直接对准了他。 I forgave you. I gave you back your son. Well, I never forgave you. 最终，麦克被成功的解救，现场死伤无数。眼前的情景让探员也大吃一惊。现场只留下了一张照片，但并没有找到兔子的尸体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市长孤身一人出现在赌场内。原来他一直想要参与赌场的投资，所以和老酋长的儿子西德联手对付科特，但却没想到赌场被迫停工。而这时，科特带着丽贝卡来到了宫邸，因为一直遭到西德的排斥，所以他打算给西德一点教训。随后，他将手机递给丽贝卡，并让她拨了过去。 而另一边，警方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，3具尸体的残骸却成为了谜团。 Who might you be?